在那海狮族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后，咱们的主角许清回到了七血桐。这天下午，港口边的微风带着点海水的咸腥味，许清正盯着地上的影子发呆，心里盘算着那1亿灵石的悬赏。他忽然转头看向不远处悬浮在半空的一枚红苹果，好奇地问了句：要是把那海狮族悬赏的人弄断一条腿和一条胳膊，是不是也能换个3000万灵石？那苹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清晰的牙印，显然是有人隐身在那儿正吃着呢。被这话惊的动作一顿，紧接着那个熟悉的带着点赖皮劲儿的声音响了起来。队长陈二牛显出身形，一边嘎吱嘎吱咬着苹果，一边装傻充愣。他连连摆手，说自己听不懂什么一条腿2条腿的，但他可没忘了提醒许清，之前为了掩护许清撤退，他可是拼了老命，那欠下的2万灵石1分都不能少。许清倒也干脆，直接扔过去一枚玉简，那是金刚宗老祖特意录下的留影，里面全是队长当初化身3公主时那副娇滴滴卖弄风骚的模样。队长接过玉简一瞧，顿时脸色大变，随后爆发出一阵尴尬又热情的狂笑。他立马改了口，亲热地喊着许清是自己最亲爱的小师弟，刚才那些要账的话全是开玩笑。为了掩饰尴尬，队长开始生硬地转移话题，指着旁边巨大的神像鼻子问张三在这儿打算建个什么。张三在一旁神色古怪，心说队长这转移话题的本事也太随心所欲了，这地方最大的物件就是那个鼻子。他摇了摇头，顺嘴跟队长讨要另外半块鼻子，打算凑在一起搞个展览博物馆。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一块足有7、8丈大的灰色石头落在了地上，正是被队长拿走的那块。仔细一瞧，那上面竟然布满了牙印，显然是队长在回来的路上试图咬2口看看能不能吃，结果发现硬邦邦的没啥效果，这才嫌弃的扔了出来。队长这回回来心里还揣着个大计划，他神神秘秘的告诉许清和张三，自己折腾这么多宝贝，又是巨婴血肉，又是高阶狮心，全是为了这一票。要是干成了，那可不只是开几个法窍那么简单，简直就是一步登天。许清听了，眼神一凝，他现在的目标就是变强，只要能提升修为，再危险的活他也敢接。队长风轻云淡的交代完，强忍着身上还没长好的伤口带来的剧痛，一蹦一跳的走了。在许清眼里，队长的影子也跟着在地上滑稽的跳动。张三没心思管队长，他正兴奋地围着2个神像鼻子转圈，研究怎么把它们完美的拼接在一起，打造出一个震撼全宗门的博物馆。许清则拿到了张三炼制好的新法船，这艘法船虽然外观没变，但材质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张三在这上面可是下了血本，不仅加固了防护，还用磐石兽的心脏做了动力核心。最让许清无语的是，张三还专门开发了一个自爆功能，美其名曰让他在法船爆炸的时候能更有参与感。许清虽然觉得这理由奇葩，但摸着厚实的船身，心里总算有了点安全感。在船上打坐了3天，许清本以为能清静一会儿，可这天黄昏，一个凄凉的身影来到了他的法船外，那是徐小慧，当初和许清一起进宗门的同伴。现在的他只是个修为低微，在宗门底层挣扎的小人物，满脸的凄苦与绝望。他见到许清，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哭诉着周清鹏死得不明不白。周清鹏曾对许清有恩，当初赠送鬼玉后的人情，许清一直记在心里。听完徐小慧的诉说，许清才知道周清鹏是因为失去了靠山，被人盯上了身上的财物，最后惨死街头。许清没有废话，直接换来了卜凶司的哑巴。这哑巴现在可是卜凶司的一尊狠角色，平日里沉默寡言，出手却是狠辣无比。许清只吩咐了一句去查，哑巴用力点头，身形一闪，便没入了黑暗。仅仅过了2炷香的时间，哑巴就带回了结果。杀人凶手叫李泽林，是第一峰的一名弟子，平日里就喜欢杀人越货，现在正给第一峰的天骄吴建屋当随从。此刻他们正在港口最奢华的织梦楼里快活。这天夜里，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微雨，月光被雨幕滤过，显得有些清冷。许清撑着一把白色的油纸伞，在雨中缓缓走向织梦楼。他身后跟着哑巴和徐小慧，一人沉默如冰，一人满眼恨意。织梦楼外，那个叫李泽林的青年正和同伴谈笑风生。可当许清出现的刹那，整个街道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李泽林感到一股通天的杀气扑面而来，他抬头看见许清那张冷峻的脸，吓得魂飞魄散。他想求救，可声音还没出喉咙，一根黑色的铁签就穿透了他的脖子。紧接着，一道天雷顺着雨幕轰然落下，直接将他劈成了一堆焦炭。这一幕震撼了所有人。织梦楼2楼的窗户被推开，一条巨大的白蛇探出头来，冲着许清欢快的叫唤。那是灵儿，跟着版权路的老板一起来的。而坐在屋里的吴建屋原本正想发火，可一看楼下的人是那个杀心许清，顿时心里打了个哆嗦。吴建屋是个妙人，他一看许清这架势，知道自己这随从是白死了。为了保住面子，他竟然在窗边开始了一场即兴表演。他对着空气又是大笑又是点头，嘴里喊着既然是私仇，那我不便参与，还假装许清在跟他传音解释，最后甚至豪爽地表示要替许清付了杀人的罚款。说完，他赶紧吟了一句诗，脚底抹油，在雷雨中飞速遁走，心里暗暗发誓，不到2火筑基，绝不出门。楼下的许清看着吴建屋自言自语后远去的背影，神色也有些古怪。这时候，队长也从楼上探出头来，笑眯眯的招手让许清上去喝2杯。在包厢里，许清和队长这对难兄难弟开始了一场关于谁是主犯的离奇争论。海狮族神像鼻子爆炸的锅太大，谁背谁倒霉。队长为了讹许清一笔零食，非说是许清弄爆的。可许清更绝，他一本正经地表示，既然是自己的责任，那他现在就去公告全宗门，自己才是主犯。队长一听急了，他可舍不得那个悬赏第1的荣耀，赶紧改口说这就是他干的，谁跟他抢主犯跟谁急。2人你来我往，最后许清无奈地承认了队长的主犯地位，心里却松了一口气，这口黑锅总算有人抢着背了。日子过得飞快，随着七血童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宗门对许清和队长的奖励也下来了，他们被封为形象弟子，简单来说就是宗门的门面担当。以后凡是有外族来参观那个神像鼻子，都得由他们陪同。这差事对许清来说简直是折磨，他不喜欢招摇，可老祖的命令不能违背。于是港口码头上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俊美绝伦的许清站在中央，左右两边站着2个争奇斗艳的师妹，顾慕清清冷如莲，丁雪娇艳如玫瑰。2人明争暗斗，夹在中间的许清却只觉得他们今天很奇怪，似乎关系很不和的样子。就在这时，海面上掀起了滔天巨浪，一艘巨大的5角战舰缓缓驶来，那是海星族的使团。海星族的小公主对许清一见钟情，还没上岸就送了个珍贵的海螺当礼物，这让一旁的丁雪和顾慕清危机感大增，眼神里都快冒出火来了。然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远处海面突然炸开，一根巨大的章鱼触手横跨港口大门。东幽岛的小公主妍妍骑着一头金丹实力的巨大章鱼横冲直撞地闯了进来。这妍妍性格刁蛮霸道，一身劲装，短发干净利落。最让许清吃惊的是，她身上竟然没有一丝意志，纯净的如同神女。她一出现就盯上了许清那张绝世容颜，叫嚣着要把她的脸包下来做成面具。二殿下在一旁想拦，可妍妍根本不听。他身形如电，猛地冲向许清，手指甲带着劲风直取许清的脸蛋。许清可不是怜香惜玉的主，他体内命火轰然点燃，瞬间进入玄耀态。2人在半空中剧烈碰撞，许清出手狠辣，匕首直割妍妍的脖子。妍妍诡异的化作纸人避开，可许清紧接着一记膝撞，顺手还撒出了一瓶特制的毒虫。妍妍躲闪不及，玉手上沾满了黑色的诡异虫子，疼得她尖叫连连。危急时刻，第6峰的峰主从山顶传出一声冷哼，那强大的金丹章鱼瞬间被镇压的趴在地上不能动弹。队长一看有便宜可占，怪叫一声冲上去，对着章鱼腿就是一口猛咬。许清也配合默契，匕首飞转，硬生生的从金丹章鱼身上割下了1丈多长的腿肉。2人扛着战利品飞速逃离现场。东幽岛的小公主妍妍气得浑身发抖，她贴上金色符文镇压毒虫，对着许清的背影发狠。她这次来是找黄岩麻烦的，却没想到撞上了许清这个铁板。回到法船，许清在竹简上刻下了妍妍的名字。他虽然面上平静，但心里已经给这小姑娘判了死刑。
没过多久，黄岩哭丧着脸上了船，递给许清20万灵石当赔偿。他郁闷地告诉许清，这妍妍其实是暗恋他那个师姐，所以才把他当成了情敌，连带着把许清也恨上了。话还没说完，饮水部的求援信号响彻夜空。妍妍在饮水部大肆破坏，还把捕凶司的弟子们都给镇压了。黄岩大怒，直接冲了过去，许清紧随其后。在破碎的饮水部废墟前，妍妍一脸嚣张，觉得在这宗门里没人敢拿他怎么样。可他面对的是许清。许清面色阴沉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兄弟们，缓缓从怀里掏出一枚捕凶司的信号弹，随着一道七彩的凶字在夜空中炸开，他的声音透着骨子里的冰冷，传遍了整个176港。他告诉妍妍，在别的地方他管不着，但在这里犯了事就归捕凶司管。既然敢祸乱主城，那就按捕凶司的规矩办，全港封锁，缉拿归案。夜幕下，无数道穿着捕凶司道袍的身影从阴影中浮现，那股肃杀之气让原本嚣张的妍妍也忍不住变了脸色。接下来的这一战，怕是要捅破天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